茉莉，等我红了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带红你的品牌。我就是想过这种抬头就能看见星空，低头就有红酒喝的生活，所以我要为了过上这样的生活而奋斗。你在我这儿装什么清高？你就是见不得我好吗？都是我的错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只有我是坏人，什么都是我的错。瑶瑶，我慢慢去忘记它的口味，没有太多的情感可以去浪费。时间如果倒退，看电影不吃爆米花，太无聊了吧？避免我们成为彼此。这些年的时间，我的惶惶是我带你入的行，没想过不想看你就这么倒下。变得一塌糊涂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够从中领悟，可是我还有路吗？就像穿透梦境里的那一片迷人生路这么长，我慢慢去忘记它的口味，没有太多的情感如果你还相信我的话，可以去浪费。时间但是万一这一次看走眼了没有什么预备，避免我们成为彼此的软肋。我慢慢收起所有的防备，明天我来接你。不必担心在夜里还是会落泪，时间不会倒退，没有什么是非，不是所有梦境都会有完美，不再有完美。子夜，您看我的加油呀睡衣可爱吗？Hello， 茉莉。哎，子夜，你在哪儿啊？这么晚还在加班啊？我今天去见了我一个朋友，现在正用他的办公室写调研心得呢。哦，对，马上就到1个月了，你得给他们写那个调研报告了吧？那你是不是快回来了呀？忙完就回来了，不过现在有点麻烦，可能要再待上一段时间吧。甜品店比我想象的要多，有点看不过来了。
会生我气吧？不会，当然不生气了。你是在为了你的梦想努力嘛，我永远都支持你。厂子那边怎么样了？看你的状态，应该是很顺利吧？顺利，非常顺利。现在整个厂子啊是红红火火，蒸蒸日上，就等正式推出的时候一鸣惊人了。那你一定把第一件留给我啊！我要当你的头号粉丝。那必须的，最特别的衣服肯定要留给你嘛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你接着加班吧，别熬太晚啊。你也是啊，厂子虽然重要，但是你的身体更重要。裴总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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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总开会竟然没叫裴总，他不会闹掰吧？不会吧？他们两个关系？经过我们研究，东方贝拉作为国内新创高科技公司，主打仿生手物质开发，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和很大的可开拓市场空间。虽然在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，但一旦投入市场，将会有迅速的资金回流和超额的盈利。裴静，裴静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你的方案特别好，我没想要改你的方案，就是今天这个甲方有些棘手，我怕你跟他会起冲突，所以就让小王去讲了。我知道，你不用解释了，快回去开会吧，找不到的客户等太久。叶总，会还开吗？开。大家好，我是曹瑶英。之前因为我的个人不成熟行为，在公共场合辱骂重伤无辜的人，给社会和公众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，尤其是对谭先生，更是造成了人格上的侮辱。所以在此，我想郑重地向大家道个歉。对不起。这件事情也让我更加的认清了自己。原来一直以来，我都活在一个自我构建的迷雾里，是我的过度自信和偏执，造成了今天这一切，伤害了一直以来保护我、关心我、支持我的人。所以今天，我也想向我最好的朋友和我曾经的经纪人说声抱歉，我之前让你们失望了。请问你对你自己之后的规划是怎么样的？我想从头开始，脚踏实地，
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，也希望行业可以再给我一次从头开始的机会。听说你的事情是因为白氏集团的大公子白希周而引起的。我承认，是我之前的任性，被感情蒙蔽了头脑。但是在我知道真相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退出了。我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和原则，也绝对不允许自己做出有伤伦理的事情。白总，你找我？一会儿把这幅画摘了。好。欧阳，瑶瑶，我今天来就是来谢谢你。咱们俩之间还有什么谢不谢的？当然要谢了。如果这段时间没有你帮我的话，我可能就……作为朋友，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其实你最应该感谢的人不是我。到最后触碰美好尽头。我明白。我以为从此只为了你。OK， 那加油吧。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？今天不行，一会儿要出差，收拾完行李就得往机场走。那行，那等你回来再说。住什么呀？那我先走了。照顾远点。欧阳，你不会怎能去体会我的眼泪在向你献媚，多想只是个误会的结尾。我不过一次次的自我陶醉。陷入的自以为是的罪，没有防备，一退无可退，再多的付出都被消费，是错，是错，是错，还是对。暖雨，很抱歉以这种方式和你告别。我认真的思考过，你
要走的路，如果没有我，你会走得更好。回想起来，我突然间理解了当初曲墨的难过。两条平行线即使无限接近，也永远不会有交点。业务方面我都已经交接给了小王，有问题随时联系我。愿你一切顺利，裴静。时间遗忘了白如第三人格，我用尽剩下的姿态随声附和，好像我这是5年来第一次有人给我过生日。孩总是需要听话的，而我需要你。只是在别人面前学会了假装，被遗忘的那几年，我已经丢了时光，是赔了青春，需要什么方式去补偿？今天我们开会，大家讨论一下富高集团对嘉皇酒店是否继续投资的事情。之前我让大家拟定一份意见书，大家的意见和分析我都看了，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意见，都很有道理，也很合理。子毅，你怎么想？我支持投资。支持？这个决定有点太大胆了吧？这个事情肯定还要讨论。子毅，你知道我们公司的主要业务不是酒店吧？这次投资嘉皇酒店的目的，不在于眼下的收益，而是长远的布局。开会之前，我给大家发了一个文件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是我这2天做的一份数据分析报告。结果显示，虽然投资嘉皇酒店的成本有点高，但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。如果成功的话，每年我们会得到15%到20%的固定回报率。方总，您是风险部的元老了，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个文件有没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？子怡的这份报告数据很完整，结论是可以参考的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新上架的衣服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我们接下来新的上新哦。10件，又来了，11件。闺女，不错啊，这一直播啊，一下就卖出去20多件。可是直播那么久，总共观看人数才60人，就有点打击到我的信心了。慢慢来嘛，咱的产品质量好，回头客就多呀。这口碑不就是这么做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么做出来的。好吧，反正今天咱们也卖出去20件了，是吧？以后会更多的。对，这才是我闺女的。您刚才也说了，在一切顺利的前提下，才能拿到15%到20%的回报点。可一旦出现差错呢？这么多资金砸进去，一旦收不回来，我们富高可是会元气大伤啊！投资总要是有风险的，但不能因为难我们就不做。要投资嘉皇酒店，确实需要很大的投入，但也不至于让我们富高伤了元气。况且我很看好这个项目，也很愿意用我们富高的最大资源去支持嘉皇酒店。我这个老头子啊，有时候也保守了一点，是要听听年轻人的。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，我们就举手表决，同意继续投资嘉皇酒店的，请举手。我同意。
茉莉，瑶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当模特。你不是有合约吗？现在已经没了，以后的事情，以后慢慢告诉你。你行吗？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。第一，它是我和我最好的闺蜜瞿墨再次重逢的日子。第二呢，也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重新开直播的第一天。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陪伴了我们很多年的东西。就是这只小灰鸭，能看到吗？这只鸭子呢，是茉莉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设计的。大学毕业的这一年，我真的特别佩服她。我还不能有点理想吗？做服装设计就是我想做的事儿。这个是我设计了好久好久的一条连衣裙。姐，加油，茉莉！加油！跟那些专业的设计师相比，就是张草纸。你有什么能力在这个市场上立足？瞿墨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设计师，瞿墨的设计理念确实与众不同，但这正是他的优点。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些工人，其实在工厂倒闭的时候都面临着失业的危险，但是现在有了加油鸭这个品牌，他们又重新获得了上岗就业的机会，对，也重新拥有了面对生活的希望。我们希望把加油鸭这份温暖带给更多的人。好了，别的煽情的话我先不多说了，让茉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她设计的衣服吧。好，大家看到瑶瑶身上穿的这件呢，就是我们最新款的设计。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因为茉莉的衣服都是自产自销，所以呢，它的性价比特别高。你看他怎么样了？他有未婚妻，未婚妻还怀孕了。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就果断分手了。但是公司还是觉得影响不好，就跟我解约了。是不是还挺刺激的？行了，我没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儿啊。最起码让我看清了很多，也成长了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咱们俩不是也和好了？以后都会越来越好的。谁跟你和好了？你刚才不是还说冰淇淋吃了就算和好吗？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欧阳啊，他告诉我你在这儿。欧阳哥。欧阳哥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他成了一名摄影老师，还挺好的。
一直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。那你跟他？他很好，特别好，甚至在我跌落谷底的时候，还一直都在帮我。其实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差点就要跟他说，能不能一直留在我身边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那也只是感动，不是爱情。不能再陷一陷这样，所以最后也只是跟他说了一声谢谢。我养狗那么好，你确定以后不会后悔吗？或许。会吧。瑶瑶，你变了。我是变了，但是有一点没变。哎，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到高主厨啊？高主厨不干了，他出去上班去了。我们还想找他合影呢。对啊，对啊。合影找我呀，这不还有我呢？哎，瞿梦回来了！哎，你怎么不说一声啊？南哥，你刚说什么？高子怡她不回来了？啊，我那面包还没好。南哥，我刚都听到了，你刚说高子怡她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听错了。就是高子怡。他回他爸公司上班了。哎呀，我是不是早就说过这件事情不该瞒着他？他回他爸公司上班了，是为了我那500万。姐，你不会也要拦我吧？茉莉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这样冲过去了，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咱们应该静下心来，想想怎么帮助子怡。如果你执意要去，只会让她更加为难的。瞿墨，谢谢你们。我找你们董事长，您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我先帮您登记一下，怎么称呼？瞿墨。您跟我来。不用预约了吗？董事长交代过，您不用预约。董事长，瞿墨小姐到了。哦，让她进来。瞿墨，你好。来，坐吧。谢谢。子怡回来，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找我的。他欺骗你了。嗯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理解他的决定。是个好姑娘，说说吧，即便没什么用，我也会认真听。这个是工厂的资产清单和财务报表。等这次节日促销活动过去之后，我就把它们全部卖了，还给你。
你是想让我收回投资，让子怡回去吗？我知道子怡这段时间过得有多么不开心，我不想她因为我的梦想放弃她自己的梦想。梦想，你说的是甜品吧？她现在会喜欢，以后可未必。叔叔您看，这个是子怡近几年来的计划，他把这个城市所有的甜品店都考察过一遍了，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变得更好。也确实如他所愿，他的甜品的确吸来了一大波忠实粉丝，而且他还跟我说过，他希望在未来能拥有一家属于他自己的多元化的甜品品牌，在全世界都开分店，让所有的人都能尝到他做的甜品。叔叔，子怡她真的没有在玩儿，她是真的把做甜品当成她毕生的事业了。姑娘，你所在的富高集团市值1000亿，在几万人的生计面前，甜品那只是个甜品。可是甜品是高子怡的梦想啊，梦想没有高低之分。我没有跟你谈梦想，我在跟你谈现实。让我的儿子去做一个厨子，太可笑了，我也不能接受。我也知道，凭自己的3言2语，没有办法轻易改变您。但是我觉得，您也应该试着去理解理解您的儿子。茉莉，是吧？你想干嘛？当英雄是吗？谁允许你这么做了？天我了！不，你咬我干嘛？以后不许骗我。茉莉，别生气了，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厂子也开起来了，又盈利了，不是好事吗？那你呢？你不是要开甜品连锁店吗？
你现在连甜品都做不了，你怎么开啊？我的事以后再说吧。你放心，我还是会做甜品的，但以后只给你一个人做。可是你不是说甜品可以温暖人？你想让那些不开心的人吃了你的甜品之后都变得开心起来，这才是你想做的事儿啊！我不想让你为我牺牲那么多。甜品是可以温暖人啊，但我现在最想温暖的人是你啊。高子夜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平了？你变坏了，你现在。我一直都这样啊，只是你以前没有发现而已。那你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偏。茉莉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我知道，你也是啊。你要是在上班的时候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，你都可以跟我讲。如果你要越狱的话，我帮你。越狱？美剧看多了。好了，我要抓紧回去工作了。你照顾好自己。走了。就算前路充满荆棘和泥泞，你的出现是沿途最美风景。就算难过有人不见，我知道你会相信我，因为有你为我遮风挡雨，让相遇变成最甜的蜜语，因为有你陪我欢笑哭泣，让眼神有我们的默契，因为有你给我爱的鼓励，让每个舞台都充满魔力，因为有你伴我一路前行。人的一生都在准备着，勇敢的去爱吧，即使失败了，也总比没有爱过要好。曾经我最好的朋友告诉我，努力就可以逆天改命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的种种努力，就只是为了迎合别人。我最终活成了一个戏子，在别人的故事里，迷失了自己的路。但是现在我想放下这一切，虽然我还爱你，可是，再见了。好，停。哎，你觉得他怎么样啊？还行，你觉得呢？不过他之前的事影响不好，那再考虑一下。谢谢你，回去等通知吧。好，谢谢导演。等一下，哎，你等一下，不行，燕子，我现在吗？是你事儿，刚晚上就听我。你倒是不行，你给领导打个电话吧。去你了，你把他约出来吃个饭吧。听说了吗？有个空降。并且我刚才说了，这款首饰的风格不适合摆那种比较性感的 pose。首饰是不是在我手上？我好看了，是不是更凸显出首饰的高贵典雅？所有的拍摄都是有主次之分的，我们做的是产品的广告，要以产品为主，而不是您的个人秀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们改变一下风格，既满足了产品的需要，还能帮助您
打开在国民心中的刻板印象。戴总，如果纪念冰冰姐搞不定的话，我们会……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那就只能请你让他们换人了。您考虑一下。拍得真不错。你好，我是益达珠宝集团旗下明皇珠宝的设计师戴安妮。你好，欧阳。来吧，给我拍张照。你好，叶总。好久不见。江山代有人才出啊。这次我们抓紧时间谈判吧。由高副总裁领头的新能源车收购项目，董事会全票通过。今晚去吃饭呀？借。高总，我们想去聚个餐，您要不要一起啊？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少喝点。您就去吧。你们去吧。董事长，高总，那您先忙。子怡，爸，有事吗？你为什么不去啊？我还有工作要忙。加班不要太晚，早点回家。菜都上齐了，你们慢慢吃。谢谢陈烨。山东那个地产项目，你们最后决定跟进多少份额啊？33.8%。太保守了，直接40%嘛。我们去调查过那个项目的周边情况，没有那么理想，33.8%更稳妥。胆子大一点。好，那我明天回公司，让他们改成40%。不再坚持。既然您都说了，我们就照做。你是对的。这个项目投资超过35%，
就会有风险，更可能亏损。子怡啊，虽然我一直知道你和我对着干，但其实我还是很欣赏你的不卑不亢。可是现在，你连仅有的一点冲劲都磨没了，这可不是我希望看到的。你实话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还没有放下你的甜品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意识到，以前的我太以自我为中心，想事情也过于简单。自从我回到公司以后，我才发现公司的业务竟然这么复杂。你每天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，是我以前不理解你。长大了，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了，比我强。吃饭。许墨来找过我了，我知道，他还以为能说服你呢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油盐不进、刀枪不入的人，是吧？你回到公司啊，我还第一次看见你的笑脸。其实你回到公司这几天，我一直在观察你。你特别像我刚开始创业那个时候，冷静、拼命，但也不是全像。你缺乏一点热情。我让你回公司，就特别希望你像我的样子。以为你慢慢会适应的，可是我看到了，你的心不在这里。这是我让陈姐做的泡芙，来尝尝。一把年纪了，研究了几天才做成。尝尝。评价评价。糖放多了。这姑娘不错啊。以后不要在公司见面了，带回家吧，啊？哇，加油呀！加油呀！前途一片光明。那个人好像是诸暨的店主。这盘专辑送你了，拿走吧。
我准备出去流浪一段时间，店就交给你们了，给我看好了。哎，拜拜姐。准备好了吗？我看你能带我走多远。这俩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去远方，真好。注意点影响啊！我们俩要出去吃个宵夜啊，这个店就交给你们了，钥匙放在柜台上。再见。好看吗？啊，好甜！原来可心也有这样的一面啊！开吗？没想到，最后可心还是被南哥拿下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嘛！你看那个，加油呀！哎，对了，我一直没问你，这加油鸭是怎么来的？有故事吗？其实就是小的时候，我爸跟我在河边坐着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看到河里就有一只小鸭子，然后我爸跟我说，你不要看它那么轻松的在河面上飘着，但其实在水底下，它的两只脚会一直不停的扑腾，然后才能去到它想去的地方。所以我就把这只小鸭子给画下来。那应该就是那句话吧？你必须非常努力，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。对对对，就是这句。那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，又有了加油鸭，又有了那么多可爱的小鸭子。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小鸭子？好像有。什么？金星鸭。电话，短信。玲玲发的视频了。哎，茉莉，好久没见，好想你啊！哎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学校，虽然地方偏僻了点，但是孩子们还是很可爱的。孩子们，茉莉姐姐，你好，你好。或许我一辈子也无法成为名扬四海的设计师，但至少我会一直走在这条路上。我喜欢看到别人穿着我设计的衣服时洋溢的笑脸，就像这些孩子一样，简单而美好。当我能用一件衣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幸福时，我自己也被他们的笑脸温暖着，幸福着。我是瞿墨，一个走在路上的小小设计师。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，加油！我们开始吧。